在5月25号，美国白宫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瑞士日内瓦会晤。而在这之前，美国更是给俄罗斯足够的诚意，甚至有讨好的意思。拜登想拉拢俄罗斯抗中嘛？为何说这才是拜登麻烦的开始？在普京和拜登会晤前，拜登突然宣布取消制裁俄德北溪2号项目。多家媒体评价，这是拜登为了缓和与德国的关系做出让步，同时也缓和了和俄罗斯的关系。而在最近的白俄拦截客机事件中，俄罗斯被西媒指责是幕后黑手，而白宫却破天荒地为俄罗斯说好话，认为俄罗斯并没有参与。此外，近日一艘俄军侦察船被发现在沿着夏威夷西岸航行，而美海军没有像以前那样高唱威胁论，反而强调这是合法的。为了俄美顺利会谈，美国可谓是牺牲巨大，而这次会晤更像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可能是在拉拢俄罗斯。就连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恰逢其时表示，俄美关系是世界和平稳定的关键。之前美国国内就掀起讨论，同时对中国和俄罗斯极限施压会适得其反，反而加强中俄合作，而美国没有任何胜算。而北溪2号被认为是送给俄罗斯的大礼，其实是大错特错，这是美国彻头彻尾的失败，却被鼓吹为美国在下大棋，中国危险了。不过选择在这个时机宣布解除北溪2号制裁，或许是有点在示好俄罗斯。但是最近拜登就表示，即使美国一开始就在抵制，但是已经基本完工，我们也管不了德国可以或不可以做什么。其实这也就证明美国国力下降已成定势，再也无力支撑欧盟和俄罗斯的双向压制战略。如果任由这个项目加强欧洲和德国的战略合作和互信，那美国在欧洲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这才是美国噩梦的开始。一旦项目建成，欧俄加强合作，而东欧阵营对美国的信心动摇，东边被紧追不舍，西边恐放虎归山，拜登的麻烦才刚开始。所以美国无法放弃将俄罗斯塑造为欧洲梦魇，只能不断刺激俄罗斯，让欧洲抱紧自己的大腿。而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不可能转身将自己的后脑勺留给这个毫无信义的国家。美国现在不像是在拉拢，而是向战略回退。他希望短期内安抚住俄罗斯，吓住中国，稳住欧盟与日韩，忽悠印度给中国找麻烦，让中国腾不出手。而且最怕此时中国解决台海问题，使其战略回缩失败，所以就不断用战略欺骗，摆出一副要在台海制造问题的假象。美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在5月23号，白俄罗斯当局让一架过境客机降落后，随后逮捕了乘坐该航班的白俄反对派人士普罗塔谢维奇。但这件事儿仍然还在持续发酵，而西方的反应更像是蓄谋已久。白俄陷入绝境，普京会出手吗？随后，白俄罗斯公布录音资料显示，调度员通知飞行员，情报部门收到该航班上有炸弹的消息，建议出于安全考虑降落，而录音里听不出威胁语气。然而西方媒体却小题大做，在客机降落10到15分钟内，西方政客和媒体就集体涌出指责白俄。欧盟就国际航班的飞行对白俄实施领空禁令，并表示很快提出进一步经济制裁措施。美国总统拜登更是以最激烈的措辞进行谴责，即使白俄放出录音资料以及被捕者认罪资料，西方却视若无睹，是要将这件事炒大，陷白俄于绝境。对于西方一系列快速有组织的反应，白俄认为这是有计划的挑衅行为。更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明着攻击白俄罗斯，其实就是为了拉俄罗斯下水。西方媒体积极夸大俄罗斯直接参与航班事件，波兰的欧洲议会议员宣称俄罗斯特工和情报人员参与。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怀疑这次事件得到了莫斯科的默许。西方把事情闹大，又强行把事情导火索往俄罗斯身上引，不仅将白俄陷入孤立的绝境，更是为了向俄罗斯政治施压。25号，对此，俄罗斯晨报采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明确表示，在西方施压并试图干预白俄罗斯内政时，俄罗斯不会让其陷入困境，时刻准备为我们的邻居和战略盟友提供帮助。同时，俄罗斯也在加紧备战。当天，普京会见了大批俄罗斯的将军，宣称确保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得到增强。俄军配备的卡里波尔巡航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正进行最后的测试，而俄空军70%都装备了 S400、S500系统，也准备入列。他还强调，俄周边并不稳定，俄军时刻需要保持备战。
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在当天和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打了通电话，强调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分析称，中俄突然声明对外释放出信号，这可能是在跟美国开撕前统一一下口径。而有了中国的支持，可以为俄罗斯加码，提高西方跟俄罗斯交易的成本，这是对恃强凌弱的西方国家一个警告。但事情并不会总按照他们预想的发展。根据媒体最新报道，日前马来西亚前总理就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们发出了警告，不要试图激怒中国。他警示四方安全对话的4个成员国都应该谨慎行事，否则可能会让全世界的经济都发生剧烈动荡。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自然就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了。这4个国家在美国的带头作用下，试图抱团联手一起来遏制中国，以为这样的声势浩大就能让中国害怕了。但是马来西亚前总理却指出，联手打压中国也没有用。他表示，类似于四方安全对话这种形式的战略其实早就有过了，只是一种老旧的包围战略，并指出了这种战略的致命点，那就是当这些国家试图包围中国的时候，必然也会遭到中国的报复，这将导致双方受害。马来西亚前总理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最好都单独来和中国接触，抱着稳定和共谋发展的目的来和中国进行和平谈判。专家指出，马来西亚前总理这种言论才是真正清醒的言论，对世界和平、地区稳定都有益处，并肯定了他的观点，认为任何针对中国的恶意当然也会被中国回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美日印澳4个国家里跳得最厉害的澳大利亚也已经最先感受到了中国的愤怒，在中国几次警告之后仍然不知悔改，甚至变本加厉，就不再是可以被饶恕的了。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在近日称，明明4个月前就联系中国，却4个月都没收到答复，就已经是中国的态度了。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称还会继续等下去，但是等多久也是没有用的，除非澳大利亚幡然悔悟，不再和美国为恶，认清自己的立场，再来和中国谈，否则想着一边砸中国的锅，再一边吃中国的饭，那就只是在痴心妄想。至于日本和印度都是中国的邻居，处理好双边关系才是符合双方利益的。一味跟着美国搞小动作，那么和睦就无法达成。美国同样，中国是大国，美国也是大国，大国相争，相互都讨不着好。而历史也已经证明，任何企图针对中国的联盟都讨不着好。如果这些国家仍执迷不悟，沉重的苦果也只能他们自己吞下。